这个女孩嘴甜心黑，好吃懒做，姐姐已经早早起床，在辛苦劳作了，她还在被窝里面做美梦。花香香，都日上三竿了，还不给我滚起来！你个欠收拾的贱骨头，还等着老娘来伺候不成？她把头闷进被子里，懒得听她娘碎碎念。赶紧给我起床，今儿你赵家婶子要过来，再不起来，小心我拿竹竿戳死你！听到没有？刘氏的大嗓门让床上的人终于睁开了眼。知道了。花香香不情愿地下了床，熟练地掏出胸前的玉葫芦，随着咕咚一声，一股清甜涌入喉间，仿佛四肢百骸都得到了滋润。这葫芦是她从重男轻女的阿奶手里哄到了的最珍爱的传家宝。这7年来，有了玉露的滋润，她的相貌变得愈发美艳动人。刘氏听到开门声，抬眼一看，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么漂亮的姑娘，可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2个闺女，一个能干，一个漂亮，儿子也白胖高大，我的肚子咋就这么会生呢？但一想到小女儿的名声，又颇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香香，今你赵家婶子带人过来相看，你相貌生得好，一会儿好好表现，端茶递水的时候勤快着些。阿娘，我才不想嫁人，你养大我们不容易，女儿要在家孝顺您一辈子。软软糯糯的一句话，就让刘氏的怒火消失得无影无踪。还孝顺我？早点给我嫁出去，你娘我还能多活几年，省得哪天被你给气死。今儿过来的男子是镇上陈记杂货铺的儿子，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也就这张脸和那张嘴，能拿得出手些，给我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听到没？可是人家舍不得您。舍不得也得嫁，我是治不住你了，只得让你婆婆替我治治你这偷奸耍滑的性子。正在灶房做早饭的花雪梅听到这话，握在手中的菜刀紧了又紧，垂下的眼睑盖住了眼底的恨意。上辈子也是这样，明明我是姐姐，阿娘却把这么好的一门亲事说给了小妹。第2年因着大哥惹出了事，为了银子硬将我匆匆嫁给人做田房。可怜我刚嫁过去就有了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男人还爱喝酒打人，好不容易带了肚子，却被那男人飞起一脚，一尸2命。而这个好吃懒做的妹妹嫁过去第2年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3代单传的婆家将她视作大功臣，一点活都不叫她干，照常过着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可能是上天可怜我命运多舛，再次醒来又回到了今儿早上。既然老天把我送回来了，这一世说什么我也得争上一争。咦，一大早就在这里母女情深的，我都抖了一地的鸡皮疙瘩。花铁柱拿着个鸡腿在啃，贱兮兮地说道：阿娘，我哥笑你呢，我去帮您揍他。大清早的闹什么闹？我看最该挨打的就是你这个懒丫头。哥，鸡腿分我一点。见大哥一脸不乐意，他开始画饼。哥，你现在对我好点，等我嫁出去了，偷婆家银子回来，给你买零嘴吃。花铁柱这才不情不愿地扒拉了一丝给他，才这么点，塞牙缝都不够。你牙缝还怪大嘞。吃完早饭，花香香拿着扫帚东一下西一下的画着。香香，你过来一下。啥事儿？你过来就是。见妹妹随手将扫把往地上一丢，她抿了抿嘴，对这个家的每一个人，处处她都看不顺眼。阿姐，有什么事您但凡吩咐一声，妹妹我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辞。香香，阿姐还真有件事儿要你帮个忙。说吧。你长得好，以后肯定不愁嫁，我想求你把今儿这次相看的机会让给我。花香香很不愿意，她从来就不是忍让的性子。这次的相看对象完美的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可垂下的目光一接触到阿姐那双常年干活粗粝双手，她的心突地就疼了一下。行，要是成了，你可得好好犒劳犒劳我。放心，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犒劳你的。不一会儿，花香香房里传来呻吟声。阿娘，我肚子疼。这死孩子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肚子疼？快躺躺，等缓过这波就赶紧起来，小心让人男方看到，指定以为你身体有啥毛病，再把这婚事搅黄了。怕是不行，我小日子就这几天，前晚上贪凉没盖好被子，这会儿肚子正对着疼呢。一听女儿这么说，刘氏急得直跳脚。让你贪凉？我让你贪凉？这下好了，吃屎你都赶不上热乎劲儿。阿娘，我听说红糖水能止疼，真是上辈子欠你的。等着。转身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端着一碗冒热气儿的姜糖水进来了。阿娘，您最好了，少给我来这套，赶紧喝了，一堆活等着我做呢。喝完你先歇一会儿，等你赵家婶子他们过来后，强撑着也得给我起来。阿娘，我是真的不行，要不让姐姐替我相去。刘氏又叹了口气，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嘴甜的就是要受宠些。你姐人勤快，长得也不赖，以后不愁嫁不出去，哪怕嫁的人家条件差些，她手上有真功夫，日子也难过不到哪儿去。你再看看你，有那好吃懒做的名声，哪个好人家能要你？等过了这2年好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坟头。
房门外的花雪梅冷笑一声，偏心就偏心，还找那么多理由。阿娘，香香好些了没？看着是好些了，歇一会儿应该问题不大。哎，哪有那么快好？阿姐，一会儿我要是还不行，就只得你顶上了。刘氏也不好偏心太过，怕大女儿生了怨怼，也没吭声反对。不多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花家嫂子，忙啥呢？花雪梅趁阿娘开口之前迎了上去。婶子，这么早就到了，快进来坐。眼神不由自主地朝那个俊后生瞟去，后生也正好在打量他，两人一对眼，纷纷有些脸红。你赵家婶子来了，赶紧起来！阿娘，求求您，就放过我吧！你就等着吧，有你后悔的那天。刘氏恨铁不成钢，用手指狠狠地点了他脑瓜子好几下，这才换上笑脸迎了出去。哎呦，今早一睁眼就听见喜鹊在窗外喳喳叫了半天呢，我一想就乐了，这喜鹊还怪懂事儿，可不就是你们要来吗？刘氏出来一看，大女儿已经正和原本要说给小女儿的陈家娃子拉着丝儿，但对大女儿这份急不可耐的机灵劲儿，她却有些不喜，更多的还有担心。不是我看不起雪梅，这种天天和人打交道的商户，也只有滑不溜手的香香能拿捏住。要换成雪梅那副闷头干活的性子，只怕要被人家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刘氏开始朝陈家父询问一些问题。你爹娘都多大了？他们身体可还好？家里生意怎么样？陈家娃子斯文有礼的回答，眼神时不时瞟向花雪梅。我家雪梅是个能干的。要说能干，这十里八村就我老婆子知道的，可真没几个比得上花家这丫头。更难得的是，不但干活利索，人还长得还漂亮。陈家娃子，你说是不？是。几人又闲聊了一会，媒婆和陈家父才离开。刚走出门，赵媒婆看了眼频频回头的陈家父，打趣道：陈家娃子，你觉得花家丫头咋样？很好，确实不错。赵媒婆笑得格外开怀，陈家这门亲事算是稳了。刘氏来到房间，你呀你这肚子可真是不争气！呸呸呸！看我这张破嘴！算了，这都是你的命，以后只怕再也没这种机会了。此时花雪梅傲娇的像只刚下了蛋的母鸡，昂首挺胸跟着进了房间，嘚瑟道：就是，这可是你的命，人呐就得学着认命。大姐，你这是要过河拆桥是吧？花香香可不是吃亏的性子，当下就挑破了。什么命不命的？不是你求我把这次相看的机会让给你的吗？刘氏一愣，还有这种事？他看向大女儿的眼神就带着几分尖锐，不过却没说什么责备的话。我打死你这个不狠心的，把老娘我当猴似的，耍得团团转，害我白白为你担心了一上午。你就是这么坑你娘的啊！好疼啊！阿娘，我再也不敢了。可我是真的舍不得您啊！一想到要嫁去镇上那么远，家里还是开铺子的，过年过节也没法回来看您，我就是不想嫁嘛。花香香觉得相看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还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向阿娘表表孝心。我真是上辈子欠你们的，一天到晚想一出是一出，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才不是，我就是想嫁得近些，这样天天都能看到阿娘。等以后阿娘老了，我就回来给您洗衣服做饭。想得还怪美，以后可是你哥哥嫂子当家，你这般好吃懒做的，小心你嫂子拿扫把将你扫地出门。对了，你哥呢？都这会儿了，怎么还不回来？没见着。你当然没见着，一个上午，我看你那眼珠子都恨不得贴人家身上去，眼里除了一个陈家富，哪里还装得下别人？你给我注意着点，要是敢给我闹出什么难听的风言风语，可别想我再给你脸。阿娘，陈家是镇上的殷实人家，又这般看重我姐，想来聘银肯定少不到哪儿去。上个月大嫂家不是递话过来说让起一栋青砖大瓦房吗？看来要不了多久，咱家就能双喜临门喽。大姐既然要过河拆桥，那就准备接招吧。对，你倒提醒了我，你姐这人勤快，怎么说也值个10两8两的吧。花雪梅听着急了，陈家就陈家富这根独苗苗，家里的一切以后都是我们两口子的，我可不想和上辈子一样蠢，掏心掏肺的对这一家子偏心货。果然隔了2天，赵媒婆就带着陈家富他娘过来认门了，顺便商量一下定亲的章程。李氏的眼睛就像钉子似的向花雪梅射了过去。那日相亲后，儿子一回家就闹着非他不娶，这几天在家里就差撒泼打滚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样一个骚狐狸，把我那眼高于顶的儿子迷得神魂颠倒。见对方并不是妖妖娆娆的狐妹子，李氏的目光这才柔和了些。这身形虽苗条，但该有的地方都有，特别是屁股，虽说不大，肉却不少。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和刘氏几人有一句没一句的打着。什么10两银子？ 10两不多吧？我们家雪梅别的不说，却胜在乖巧听话，
灶房里的、针线上的，哪怕是田地里的，这些活计他都能手到擒来。还有这长相，不是我这当娘的自吹，陈家嫂子，你可以打听打听，这10里8村可没几个姑娘能越过我们家雪梅去。赵媒婆讪笑着接枪，10两银子着实有些多了，普通的村里人家1年到头也存不住2两银子，聘银一般都是3两左右，加上席面也不会超过5两。明明上辈子妹妹嫁过去，阿娘就没这般狮子大开口，只要了5两银子聘银，还体谅妹妹嫁入有钱人家不容易，怕她被人轻看了去，硬是掏了2两银子做压箱底。偏心，果然是偏心。若这次老天开眼，让我顺利出了这个家门，以后这个家我再也不想回了。李氏脸上阴晴不定，他想拍桌子走人，但一想到儿子那做天做地非花家姑娘不娶的劲儿，他只好硬着头皮同意。行，10两就10两，不过婚期得快些，最迟今年冬至前，新娘子得进门。年前这段时间，铺子里的生意最好，往年都得花钱请人帮忙，今年正好让儿媳妇顶了这个缺。刘氏心里有了底，知道陈家是真的看上自家闺女了，他颇有底气地拒绝了李氏的要求。总得讲个先来后到，雪梅前头还有个兄长没娶，总得嫂子过了门，他才好出门子不是？不过可以先定下来，等年底嫂子进门，明年中秋过后便放她出门子。这人比我还精，这一算下来，不但年底得多花出去半两银子请人，还要多送2个节礼和1个年礼。但人家说的也对，妹妹越过哥哥先出门子，好说也不好听。不管是聘银还是成亲日子，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我得回去给家父他爹商量一下，才能给你们答复。刘氏这会儿也只得紧紧闭上了嘴巴，生怕过犹不及，再把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好亲事给毁了。李氏说回家商量聘礼的事，这一等就等到了端午节前。5月初3是镇上逢围的日子，花家母女3人都来了镇上。人山人海的镇上，花雪梅和阿娘妹妹的身影越隔越远，一个转头，拔腿就朝陈家杂货铺子的方向去了。来到杂货铺子外，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人。陈家父似有所感，也猛然抬起头，两人的视线焦灼在一起。花雪梅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委屈，她红着眼眶，扭头推开人群就跑了。你这后生咋跟个呆头鹅似的？你可得快着些，一大家子人就等着我这手里头的米面下锅呢。哎，好。李氏打量着魂不守舍的儿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看来是时候把定亲提上日程了。刚想到这茬，便看到赵媒婆进来了。哎呀，今儿人真是多，上次逢围这么多人，还是年前呢。还真是白天不能说人，今儿早上我就说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上街来，嘿，没想到你还真来了。他婶子这2天可有空，石子村那边还得麻烦你再帮着跑一趟。可考虑清楚了？早就考虑清楚了，这不是我那亲家母太过分了吗？一开口就10两银子，我这也是没办法，再不杀他的威风。看他那势头，我要再不说话，他还有一堆子名堂在等着呢，还真当他家姑娘镶了金边不成？都说娶妻娶贤，花家丫头是个贤惠的，以后嫁到你们家，给你生几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再给你赚回个180个银锭子，定是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难得合了你家小子的眼缘，你说咱们做爹娘的，不就是希望他们小两口能早日开枝散叶？我们也不是那起子不懂事的，就想着趁端午节这2天，赶紧把定亲的日子定下来。说着，拿起一包价值50文的红糖给了赵媒婆。赵媒婆眉开眼笑的拿着红糖离开了杂货铺子。为了给你娶个媳妇，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娶回来可得给我好好过日子，听见了没？知道了。你要再被我抓到，为了个卖艺的女人赎身，偷偷拿钱往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跑，小心你爹给你腿打断。大街上，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你姐死哪去了？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她去哪儿了。死丫头，问你话呢。那个没脸没皮的死丫头，她这是想干嘛？一个个的都不让人省心。说完急冲冲往回走，去找大女儿。说实话，这男家不发话，作为女家也不好太过上杆子。这个时候就看谁先沉不住气。大女儿这般独自一人的送上门去，以后就算真嫁过去了，也永远别想在婆家抬起头。阿娘，您慢点，我姐她那么大个人了，还能丢了不成？这时迎面碰上了赵媒婆。哎呦，今儿还真是赶巧了。前段时间我还说要来石子村一趟，我那不争气的脚给扭了一下，这不刚好了些，就在街上碰到了。还有你这小闺女，哎呦，看着好像更漂亮了。婶子，你也来逢围了？香香，快去买点盐去，我和赵婶子说说话，
一会儿到那棵大树下来找我们就成，听到没？花香香接过5文钱，就溜进了人海。目标当然不是陈家铺子，而是来到了吃食摊子上，点了一碗肉丝面，5文钱花了个精光。肉丝面就是好吃。吃完后，心满意足地逛了起来。走了还不到2丈路，就被一个满头银发、手中捧着一个破碗的老人家挡住了去路。碗里还有几个铜板。闺女，你行行好吧，老婆子我无儿无女，已经3天没吃饭了，一个铜板不嫌少，多少给点就成，只当是为自己行善积德。老奶奶，您看着红光满面的，比我还康健呢。我仅有的5文钱，刚进了5脏庙，哪还有银钱行善？谁知那老人家就像认准了他似的，拦在他面前不让过。你让不让？哎呦，大家快来看啊！别看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心却是黑的，对我一个老人家大呼小叫的，她还推我，哎呦，我这心窝窝疼啊！花香香被气笑了，只见她眼圈一红，2滴泪水就跟商量好了似的，缓缓溢出眼眶。奶奶，您怕是老糊涂了吧？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刚才明明说的是我长得漂亮，非拉着我给您那30岁的孙子做媳妇，我不答应，您就这般坏我名声，我不活了。众人顿时对着老人家指指点点，老人家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拿着碗就想跑。你坏我名声就想跑，这事没完。就是，哎，你说说这世道，一大把年纪了，还这般为老不尊，坏人家名声不成就想跑路，没这么办事的。姑娘，你别怕，咱拉着他去见官。老人家一听急了，别，我这有几文钱就当是赔你的，行吗？好吧，感谢叔叔婶子们的出手相助，要是光我一个弱女子，还真得被他这老太婆拿捏了去。众人散去，他又开始逛了起来，慢慢逛到了陈家杂货铺，打量了一番，并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他又不着眼地打量了一番未来的姐夫。我要5文钱的粗盐。好，粗盐是吧？陈家父的眼神就没离开过花香香那张吹弹可破的脸，随手捡起一包价值50文的粗盐，呆愣愣地朝他递了过去。花香香一愣，接过那包粗盐，逃也似的离开了。阿娘，我不要娶花家姑娘了，我要娶那个姑娘。李氏只觉得头皮一炸，眼珠子都快要爆出来了。我打死你的这只轻重好歹的憨货！一会等你爹忙完，我就去告诉他，让他一脚踢死你。你也好直接去娶天上的仙女。娘，我现在就想娶刚才那位姑娘。媒人那里才刚递了话，你就给我整这出，再敢到处乱瞄人家漂亮姑娘，小心我眼珠子给你抠出来。可是阿娘，我就喜欢刚才那姑娘，她长得比花家姑娘还好看。天下好看的姑娘多着呢，你喜欢得过来吗？给我老老实实等着定亲，再敢闹出幺蛾子，小心你爹扒了你的皮。狠狠警告了儿子一番，李氏暗自决定，无论如何，今年冬天新媳妇一定要进门，大不了多给2两银子。花香香走出去没多远，就看到了蹲着哭的姐姐。瞧你那点出息，放心吧，赵媒婆这会儿正拉着阿娘说话呢，你要现在赶过去，说不准还能听上一耳朵。真的？爱信不信。他们在哪儿？快带我去。哎呀，我手上这罐粗盐老重了，提得我胳膊都酸了。懒死你算了。错了，走这边。花家嫂子，就这么说定了。赵媒婆今儿得了一包红糖，心情格外好。你家不还有一个没说婆家吗？我手上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和你家那小丫头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那样貌简直了。他婶子是哪一家的？陆家的，那娃子名叫陆志安，长得是怪好看，但人却很是不着调，一天到晚东游西荡，也没个正经营生，活脱脱就是一个二流子。他要不是欠着他大哥陆文兴一个人情，都不想管这事儿了。正好花家小丫头除了一张脸还拿得出手，也有个好吃懒做的名声，这不正好相配吗？他婶子，快给我说说是哪个村的，最好和他姐姐一样，说个镇上的。那懒丫头啥活也不知道干，嫁到村里不被饿死，也得被婆家嫌弃死。离这镇上也不远，咱一会儿还得从他家门口过呢。是吗？刘氏虽有些失望，但还是挺满意的，毕竟离镇上近，也挺好。阿娘，婶子。花雪梅红着脸朝2人打了招呼。阿娘，粗盐给你。哎呦，就给了你5文钱，咋买到这么多？在陈家铺子上买的。一句话让其他3人都愣住了。赵媒婆率先反应过来，这一贯下来，少说也怕要50文钱吧。这老陈家就是会做人，以后你家雪梅嫁过去，就等着享福吧。原本正暗骂陈家手指缝太大的花雪梅，一听这话，脸色好看了些。好歹也是在给我做脸，我可不能不知好歹。等我嫁过去，要好好操持这个家，定不能叫娘家这帮子穷亲戚扒着吸血。看来雪梅这婚事是板上钉钉了。
刘氏乐滋滋地看着那罐粗盐，恨不得看出一朵花来。他婶子，快给我说说，你刚提的那个男娃子到底是谁家的？就是陆家村的陆志安。陆家村的？那陆家娃子多大了？比你家香香大了2岁，今儿18了，是个老来子。在他8岁的时候，他爹就过世了，上头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了10几岁，长兄如父，家里都是老大在操持。除了这大哥，还有2个姐姐，一个嫁在外村，一个嫁在镇子上，家里条件都还可以。你家香香嫁过去，日后也能得些注意。刘氏越听越满意，这家庭条件不错，不过人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到底是老来子，老人难免就娇惯了些。这陆家娃子啊，性子有些个跳脱，想一出是一出的，但人绝对是聪明的，不但长得人高马大，还有骨子闯劲。赵媒婆敢对天发誓，她绝对没骗人。你说她能不聪明吗？天天在镇子上招猫逗狗，到处混吃混喝，招摇撞骗，连花楼里的姑娘都被她骗去不少赎身银钱，闯劲更是大，时不时拿着砍刀和大棒在街面上喊打喊杀，进衙门更是家常便饭。那有啥？我家香香也不是个省心的。你这当娘的自个儿心里有数就好，可别到时又回过头来怪我。那就这么说定了。行。他婶子，我去割点肉，当家的明日要回来，你等我会儿，我割好肉，咱一起去陆家认认门。好。其实花家条件不算差，花正田有个木匠手艺，光1年的工钱少说也有10两银子，就是常年不在家，家里家外都是刘氏在操持。好在2个女儿懂事孝顺，一个负责帮忙干活，一个负责哄她开心。买好了，那咱走吧。一行人说说笑笑往回家的方向走。经过陆家村时，路边的一户人家和赵媒婆打起了招呼。赵婶子，今儿也来了逢围啊，这么热的天儿，赶紧进来喝杯水。说了半天话，喉咙都快冒烟了，正好攀赵婶子的福，咱们也跟着去讨口水喝。来吧来吧，家里别的没什么好招待，水却是管够。那户人家是个热情的，忙打着哈哈将众人往家里让。陆文兴一看到那对姐妹花，再看看赵媒婆那副架势，转身来到灶房对媳妇说：赶紧把家里招待客人的吃食都拿出来，我出去一趟，再把那混小子给拎回来。林氏眼睛一亮，一脸兴奋地说道：你是说那姑娘？你心里知道就行，好生招待着，千万别把人给得罪了。你就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老陆家丢脸。林氏可高兴坏了，那个不着调的小叔子，他就差求爷爷告奶奶，早晚3炷香的上供了，只求他赶紧成个家，2兄弟再把家一分，就阿弥陀佛了。他端着一大簸箕吃食出来了，也没啥招待，别嫌弃呀，随便吃点。花香香2姐妹就不懂了，一头雾水，没心理准备的2人看着一大堆吃食发愣。吃啊，这个时辰肚子早该饿了，你们先坐着，我这就去蒸点饭炒2个菜去。林氏一顿忙活后，一个闪身又进了灶房，不一会儿就听见院子里的鸡叫声。这只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和人类玩起了换装游戏，刚刚还穿着5彩斑斓的雨衣，下一秒就被拔光了毛。听到厨房里的嘎叽声，刘氏不好2手空空上门，便提着刚割的2斤五花肉送进了灶房。我们这么多张嘴巴，实在太给你们添麻烦了。林氏自然是一阵推搡客气，刘氏直接把猪肉放灶台，转身退出了灶房。哪有让头一次上门想看那女家买菜的道理？那就先放着，等他们走的时候再带回去。哎呦，来客人了！正在这时，一个40来岁的妇人进了门，一看到赵媒婆，还有屋里2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比正在灶房杀鸡的林氏还激动。我说她婶子之前也不打声招呼，你看我们这一点准备也没有啊！还要怎么准备？你看这么大一张桌子都摆满了，这2丫头跟个闷葫芦一样，也不知道叫人。刘氏觉得这家人都挺好相处的，看来小女儿嫁到这家定然吃不了亏。婶子好，您家的零嘴真好吃。喜欢吃啊？那就多吃些，管饱都有。以后要是想吃了，只管上家来。我那不成器的老儿子，要是有那福气娶到这么一个标致的姑娘，我做梦都得爬起来大笑3声再睡。此时陆文兴带着陆志安回来了，一进院门就看到了端着菜从房檐下走过的花雪梅，心下就有些失望。我就不喜欢勤快的，她才第1天上门，有那个必要吗？一般做活利索的女人都喜欢管着自家男人，这种日子想想就让人绝望。我理想中的媳妇是那种既能当兄弟又能当媳妇的，开心的时候碰上一杯，难过的时候也能碰上一杯。老天，这个勤快的我不想要。陆文兴看到愣在那里的弟弟，头都炸了。看啥呢？这可不是你的，你的在那儿呢。陆志安眸子一亮，美？怎么能这么美？这姑娘要能给我做媳妇，哪怕让我天天扛把锄头下地干活，
我也乐意。他轻轻走过去，姑娘，叫我。对，我叫陆之安，你叫什么？我叫什么？关你什么事？看你这吊儿郎当的样，不会是二流子吧？好看的姑娘，翻白眼都这么好看。这姑娘不但人美，还聪颖过人。我不过开口说了句话，她就看出来我是个二流子。花雪没有那么一瞬间想将妹妹那完美无瑕的脸蛋拿刀子划她个十下八下。每次只要她一出现，就能把众人的目光全都吸引走，还哄着家里几人对她掏心掏肺。有她在的地方，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院子里，老林氏正带着刘氏和赵媒婆参观他们家的果树，说要摘点给他们两家带回去。那就是咱阿娘。咱？谁跟你咱啊？有毛病吧你？看她这态度，难道没就看不上我？线下还是离她远点，不能让她对我的印象再差下去了。打定主意的陆之安来到果树下，我帮你们摘。对，让之安摘，这孩子爬树的功夫一流。看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自己身上，他便在树上卖力地表演着，没一会儿就摘了好多果子，潇洒利落地从树干上滑下来。这颗最大，肯定甜，我特意给你留的，快吃。好小子，有你哥当年的风范。花雪眉眸子一闪，恍然大悟，这是带着妹妹过来相看啊。再看那个高大英气的男子，他心里愈发不平衡了。凭什么上辈子妹妹嫁得那么好，我却嫁给一个喝酒打人的窝囊废？这辈子我好不容易把妹妹的亲事抢到手，阿娘转眼就给她找了个更加英武俊秀的男子，凭什么我总是要比妹妹差一等？抱歉，我喜欢吃酸的，不喜欢吃甜的。啪叽，陆之安的心掉在地上，碎成了8瓣。叫你有眼无珠，这下打脸了吧？活该！呵呵呵，他不吃我吃，我这口牙就怕酸的。你这娃子倒是贴心。刘氏忙打圆场，抬步来到陆之安面前，从他还保持伸出来摊开着的手掌心上拿过果子。吃饭了。林氏的大嗓门打破了众人的尴尬。哎呦，你说这也太客气了，这一大桌子菜，咱们空着手就来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没事儿，都是些自家养的和地里种的，你们也别嫌弃。花香香一边吃一边夸，这个菜好吃，这个菜好看，那个胡瓜切得这么薄，刀工怎么这么好？这个青菜的火候刚刚好，一看就是厨艺精通。林氏听得眉开眼笑，成就感满满。吃过饭，歇了小半个时辰，刘氏三母女提出了告辞。林氏把那块五花肉又放回了刘氏的布包里，一同放进去的还有5、6斤果子。看样子这场亲事也8、9不离10了，唯一的变故就是那花家小丫头的心思。今儿你们招待的这么丰盛，改天也来我们家吃顿家常便饭。听到期盼已久的话，陆家众人别提多开心了，特别是陆之安，嘴都笑到耳后根了。婶子，狮子村还有这么远，路上再遇点啥事儿耽搁一下，定要走夜路。我今儿下午也没别的活，正好送你们回去。这怎么好意思？没事儿，你们这一大包提着累手，扛着伤肩的，这种出力的活就该交给我们男子来做。老林氏拿着2个红枫出来了，花家两姊妹一人一个，在俩林氏的叮嘱声中，一行5人开始赶路。陆之安人高马大，步子迈得大，花香香落后几尺远，不紧不慢地跟着。花雪梅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和陆之安步调一致，还满面含春地看着人家。这死丫头，陈家那亲事好不容易敲定下来了，她这是又要闹哪样？刘氏赶紧往前追去。遭恩的死丫头，你走那么快干嘛？香香，果子吃完之后，你就上我家来，我再给你摘。我没空。没事，你们村总有人要冯维，你让人带句话就行，让他在我家大门口喊一句，我就知道了。你放心，定不叫你欠别人人情。谁要是这么好心替你传话，我铁定好酒好茶的招待他。不好意思，我这吃果子已经吃腻了，再也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还没想好。那你平时都喜欢什么？喜欢银子。好巧啊，我正好也喜欢银子。那我们喜欢的事物岂不是一样？走了1个时辰，赵媒婆所在的村子就到了。辞别了赵媒婆，刘氏打量一番还在黑沉着脸的大女儿，有心要敲打她。陈家说初6过来定亲，今儿就初3了。那门亲事说起来也是咱家高攀了，也是你好不容易从香香手里求过来的。你要是再敢闹出什么幺蛾子，不要说我饶不了你，就是陈家也不会轻易放过你，坏了名声，看你还能嫁户什么样的人家。花雪梅一愣，很是欣喜。那聘银还是10两，放心，并不会亏待了你。到时给你陪送2床8斤重的厚棉被，让你嫁到婆家后也能底气足一些。花雪梅听了，心里舒服了些。这边不产棉花，1床厚棉被少说也要8、9百文，加上被面，光2床被子就要2两银子。你嫁过去嘴甜一些，心要放大一点，有条件的话，手里尽量抓些银钱。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生个儿子，这才是在婆家站稳脚跟的终极武器。前面
陆之安将他在镇上打下了一块又一块地盘的光荣事迹，说的是绘声绘色。花香香时不时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气氛很是欢快。你对以后的婆家心里可有个什么期待？陆之安见气氛正好，便开始进入正题。最好是那种能让我睡懒觉，还没有婆婆管束的家庭。是吗？这也正是我想要过的日子。那以后等咱们成了亲，我立马和大哥分家，到时候我娘跟着大哥，你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谁也管不着。成亲，八字还没一撇呢。那一撇不就等着你来花吗？少给我油嘴滑调。哼，除了睡懒觉，你还喜欢什么？喜欢的多了，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最好田地里的活不用我干，银钱还多到花不完，看谁不顺眼，我动动手指就能将他摁死。要是能再买个丫鬟婆子伺候我的吃喝拉撒，那就更好了。他每说一句，陆之安的眸子就亮一分。天哪，这是什么神仙媳妇儿？怎么能和我这么合拍？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心坎里，每一个要求都是我梦寐以求的。那咱们就按你说的方向努力，我相信有生之年定能让你过上这种神仙般的日子。这话我爱听。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石子村。这里就是石子村了，这就是媳妇儿从小就生活的地方。我脚上踩着的泥土路，媳妇走了不知道多少趟，真是好山好水出美人。石子村好看，你长得更好看。这油腔滑调的话可别被我大哥听到，要不然他非得揍你。喏，前面那块水田就是我家的。他话音刚落，就看到花铁柱挑拿着锄头在地里干活。哥，花铁柱抬眼一看，正要应答，却看见小妹身边有个男的。嘿，你小子是哪里来的？这是想干嘛？香香，告诉哥，这小子有没欺负你？还真欺负我了。我打死你个臭癞蛤蟆！瞧瞧你长得那副磕碜样，也敢往我妹妹身边矮。哥，不是癞蛤蟆，我们是经过你阿娘同意，还敢叫我哥，以为抬出我阿娘就没事了？你这样的臭无赖，我见多了。哎呀，香香，花香香，赶紧给我解释清楚。花香香，我把你揣在心里，对你掏心掏肺，你却把我往沟里踹，不狠呀你！这会儿正是凉快的时候，村路两旁的田地里，三三两两好些村民在干活。听见花铁柱挤人的声响，他们都停下手里的活计，开始看热闹。这花家小丫头一天到晚就没个消停，看把他哥给气的，你说说，这都多少次了？谁让人家长得好，就像朵花儿一样，可不就是招蜂引蝶的？招蜂引蝶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就他那好吃懒做的性子，你就等着看吧，以后有他的苦头吃。确实，过日子还是得找个吃苦耐劳的，这要娶错一个，能毁三代啊。这样的姑娘，最好的去处不是给有钱的老爷家做小妾，便是那迎来送往的勾栏院。你这话说的也太毒了吧！要我说，她姐姐就不错，听说和镇上的陈家搭上线了，以后有姐夫家帮忙牵线，定比咱们这累死累活还填不饱肚子来的强。花铁柱，你干什么？刘氏的大嗓门戛然响起，几步跑上前，呼呼几巴掌落在了儿子身上。陆家娃子，你没事吧？别生气呀，这脑子缺根弦的，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没事，大哥也不知道我和香香的事儿，我不怪他。刘氏打量了一眼狼狈的陆家娃子，很是心虚的说道：要不进家喝杯水吧？再说这天马上就黑了，要不在我们家歇一晚，明天吃过早饭再回去。还有这等好事儿，这一顿打还真没白挨啊！那就麻烦婶子了。花雪没回到家，老黄牛的性子让他歇都没来得及歇一下，就自然而然地进了灶房，忙活了起来。花香香这会儿在房间里端详着从红封里拆出来的银簪子，头一次去南家，人就给了这么贵重一份大礼，看来对我还是很满意的。窝在这臭美个什么劲儿？阿娘，差点被你吓死！您看，陆家的那个婶子给了我这个。娘嘞，还怪大气呀！刘氏很是替他感到高兴，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给你的就好好收着吧，这门亲能成就留着给你做嫁妆，万一要是这么贵重的东西，还得给人还回去。知道了，谢谢阿娘。别一直待在房里，赶紧出去，这人可是冲着你才来的，今天的晚饭你可不能光等着吃。哎呀，知道了。花香香刚走到了院子，就看到他爹下了马车。阿爹，您回来啦！刘氏一听当家的回来了，赶忙出了灶房，看到了院门外的牛车，还有院子里地上大包小包的布包，就朝着花正田的耳朵揪了过去，叫你别七七八八啥都买，好不容易挣2个银子，全叫你给霍霍完了。还有你那金贵的2条腿是用来干嘛的？有那雇牛车的几十文钱，干点啥不好？哎呦，还他娘，我知道错了，下次定不会了。香香看着呢。就是阿娘，二流子在茅厕，一会儿就出来了。万一看到咱家的这种优良传统，只怕裤子都来不及穿，就得往家逃命。你个大姑娘家的，嘴上一点不带把门，什么二流子，还裤子不裤子的，羞不羞？哪来的什么二流子？
你这当老子的也跟着他说二流子，香香这一身的臭毛病都是跟你这个做阿爹的学来的。哎呀，你们聊，我进房去了。刘氏把今天相看的事儿三言两语的跟当家的说了一遍。这么快，2个女儿就定了婆家？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只是相看懂了，还没定下来呢，只有过了聘银，定了成亲的日子才算定下来了，傻缺一个。还有这些个布袋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这是东家给送的2串粽子，还有我2件厚衣裳。这不天气也热起来了，索性就给带了回来。这一包是今早叫东家媳妇帮我在街上带的5斤猪肉。你说多少？刘氏脸上的表情仿佛要吃人。5斤，都是3指厚的肥膘，好吃着呢。这不马上端午节了吗？孩子们都盼了多长时间了，切出2斤来包点肉粽，过节那天给大哥家拿点，省得阿娘那老婆子总是找你茬。还有你娘家也带点回去，让你阿娘也长长面子，自己闺女有孝心，在儿媳妇面前也能多点底气。刘氏听后眼角有些湿润。银子花了可以再赚，只要这个男人还在，日子就还有奔头。雪梅，拿进去。他将装着猪肉的布袋递给大女儿，趁着新鲜，今儿晚上就结结实实的炒一盘，剩下分成2半，一半切成坨坨，再用料腌着，明天包粽子正好入味儿，另一半抹上盐，和陆家退回来的那块一起放着，明后天慢慢吃。哎，有肉，花雪梅这个做饭的人心情都跟着好了不少，还这么多肉，看来这次她也能跟着多吃上几块了。这2包又是什么东西？这不前几天有个小贩上门吆喝，说有几块细棉布半个月前泡了水，价钱只要之前的1半，我就买了2块。这2块布花了多少银钱？3两。花老二，是你傻还是我傻？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一天天的，兜里有点子银子是能咬你腰。媳妇儿，我已经知道上了小贩涤荡，这怪不得我啊，我也是好心不是。你说你都多久没添置新衣服了？你有点钱就骚包，怪不得你老存不了银子。哎呦喂，别打了，下次不敢了。你阿爹再挨打，你都不去拦着点吗？很正常，我妹打起人来还更狠，你早点习惯一下也好，要不然突然来这么一下，只怕要把你吓死。丑八怪，二流子。嘿，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哼！陆之安抬脚就走了出去。叔回来了。院子里的2个人一听到声音，就立马刹住了手。刘氏扯着嘴角，呵笑了几声，提着东西抬脚进了堂屋。你是陆家村的？花正田打量着这后生，总觉得有些眼熟，声音也透着一股熟悉。陆之安和他的感觉一样，他心里咯噔一下。这老丈人，莫非之前就认识？怎么那么眼熟？你叫什么来着？他这句话一亮出来，陆之安立马就想起了他是谁。这不是被我追了3条街，鬼哭狼嚎着花木匠吗？我的天！他突然就胆怯了，不敢说出自己的大名，他一说出来，这个院门都出不去，高低的废2条腿在这。这个死王二麻子挖了这么个大坑给我跳，我的漂亮媳妇儿呀，煮熟的鸭子这就要飞了。问你话呢，你这娃子怎么回事？阿猫阿狗他也有个号啊？怎么说话呢？人家的名好听着呢，叫陆之安。陆之安，果然是你小子，你给我等着，不许跑！一看到花正田拿着锄头，陆之安急忙就窜出了院门。这都要动家伙神了，能不跑吗？不跑的是傻子。跑，你再跑，我看你能跑哪里去？今天就是追到你老娘裤裆里，也要报我当日的心头之恨。花正田紧跟着也窜出了院门，扛着把锄头，穷追不舍，脸上杀气腾腾。村里人以为是抓小偷，也跟着一起跑了起来。抓住他，千万别让他跑了。他娘的，好好的人不做，去做贼！把他绑在树上，晒他个3天3夜，把他晒成人干，做成腊肉喂狗。身后的话语差点没把之安吓死。花老二，怎么了？你家啥被偷了？那小子逃命的本事不一般啊，咱这么多人，愣是没追上。花正田听着众位乡邻七嘴八舌的话语，那是一个头2个大，可不敢实话实说。可能我看花了眼，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我家院门口游荡，以为是贼，所以我就追出来了。我一追，他就跑。嗨，我当是什么呢？你这手上扛着把大锄头，一副要弄死人家的气势，谁见了不跑？没啥被偷就好，回家吧，回家吧。花正田松了口气，跟着大家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的往家走。一回到家，见刘氏铁青着脸，舍得回来了，有本事就在外面窝一辈子，永远也别踏进这扇门。哪能啊，我这不是在外面整理了一下思路，想着怎么跟你说嘛。那整理出来了吗？整理出来了。说那陆家娃子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追着他打。花雪梅将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今晚说什么她也要把关于妹妹的这个大瓜吃完。
年前，王二麻子请我打口棺材，非说我开始那一斧头没有把木屑劈远。他说寿棺第一斧劈得越远，就代表这副棺木放的时间越久，棺木的主人也就寿命越长。王二麻子非说我故意让他短命，于是就叫这个姓陆的二流子的过来，要教训我一下。姓陆的抢了我的斧头，当场就差点给我开了瓢，我吓得都快尿一裤裆了，抱着头就朝大街上逃，斧头也被他抢了，直到现在都没能拿回来，害我又花了1两多银子买了一把，没想到这小兔崽子今天竟然欺上门来了。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你说动不动拿斧头追着我砍的后生娃子，能对女儿好到哪里去？以后挨起打来还不是家常便饭，说不定一个不如意，我们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被这小崽子拿斧头给劈死了，凶器还是现成的，就是从我手上抢走的那把。一想到这个，我就背脊都发凉。我们今儿在陆家吃了顿饭，我冷眼看着他家老娘和兄嫂都是和气人呢。那个陆之安看着是有些跳脱，但你要说他拿斧头往你脑袋上砍，我怎么就不那么相信呢？哎呦，我说媳妇儿，你明儿上镇上打听打听去，哪怕这事都过去大半年了，如今也还在被人津津乐道呢。我不管，姓陆的和你男人，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是选我，就再也不许他姓陆了，踏进咱花家的门了。如果你非要给咱香香选个这样的瘪犊子，我明儿就走，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反正这个家，他没我，有我没他。刘氏沉思良久，总算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你是我男人，他姓陆的算老几啊？敢这般对我男人，让他滚一边凉快去。媳妇儿，你对我真好，天色这么晚了，咱歇了吧。此时在外偷听的花雪梅满是懊恼，要是阿爹没回来，或者姓陆的没送我们3个回家就好了，他们就碰不到，这门亲事说不定就成了。那个懒货就得这样的地痞无赖来收拾他，他敢不干活，抬手就打；他敢不听话，张嘴就骂。婆婆还得怪他没把男人管好。一想到妹妹要和这种生活擦肩而过，他就觉得万分可惜。陆之安深一脚浅一脚，摸着黑走了快3个时辰的夜路，肚子还饿得咕咕叫了，总算在后半夜回到家。大哥呀，阿娘，我快要被人欺负死了。哎呦，这是咋了？哎呀，这是哪个挨千刀的，把你打成这样？娃他爹呀，你可快点出来吧。陆之安哭丧着脸，把自己在花家的遭遇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个干净。我看那个姓花的是和你有什么过节吧？能有什么过节？什么样的过节也不至于把人打成这样。走，阿娘给你讨公道去。他姓花的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一脖子吊死在他家大门口。陆之安不想走，怕阿娘以后把怨气发在花香香身上，只得吞吞吐吐的把自己在镇子上收了王二麻子500个铜板，收拾花木匠那事儿交代了出来。我就知道，定是你这小兔崽子没理在先，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陆文兴一听，瞪起了牛眼，伸手往陆之安打去。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再打下去，他就该没气儿了。要打也得等他吃饱饭，养好伤再打。你要实在气不过，就把我这个生他出来的阿娘也打死算了。阿娘，她如今这个样子，就是让您给惯的。我不管，反正这会儿就是不许你打。随你的便，以后他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媳妇儿，回房。说着，生气进了房间。他不管，老婆子我来管。而花家对此一无所知的花香香睡得昏天黑地，一觉醒来已经天光大亮。起来了，那个簪子呢？干嘛？陆家那娃子不咋好，阿娘给你退了去。是因为我阿爹吗？也不全是，他跟你阿爹是有些过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听你爹的描述，他就是个整天在镇子上打晃的二流子。姓陆的这就是在骗人，不，这是骗亲，缺德的玩意儿。我知道他是二流子啊，昨他自己就承认了。我叫他二流子，您还不乐意？要只因他是个二流子就把他给否决了，我反正不能同意。你还小，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等你以后嫁过去，他一天到晚不着家，里里外外的活计全都丢给你，还不往家拿银钱。而你呢，天天带着个小的，那时候你就知道苦了，哭你都没眼泪出。哦，他不干我就得干啊。他天天去街上浪，我就不会跟着他去。不说别的，一顿饭总是能混得上吧。凭我这副相貌，还有这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说不定我还比他混得开呢。再说了，他昨天还答应我，我一嫁过去，他就和他大哥分家，让我天天睡懒觉，带我去镇上吃好吃的，买漂亮衣裳，挣银子给我花，等有条件了，再买个丫鬟婆子给我使。刘氏看白痴一般的看着小女儿，他说你就信？这样的鬼话也就能哄哄你这没脑子的憨货，还挣银子给你花。你一旦嫁过去，不用3年，他不拿把斧头逼你拿银钱出来给他花，我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子坐。
看阿娘言之凿凿的样子，一脸坚定的花香香渐渐松动。好吧，阿娘，我听你的。花香香拿出那只簪子，很是不舍地递到了刘氏手里。刘氏看着乖巧到不行的小女儿，心就像被针尖刺了一下，酸酸胀胀的。喜欢银簪子？等你们姐俩儿出嫁的时候，阿娘给你们一人买一只，并让你们风风光光的出门子。到了婆家，谁也不敢轻贱了你们去。花香香满意了，换上笑脸。我就知道我阿娘是石子村最好的阿娘，我和姐姐真会投胎，一投就投到了阿娘肚子里。好了好了，这些个好听话，我今儿可没时间坐这儿听你说，我还得赶着去趟陆家村呢。这么着急？阿娘，您看着就没睡好，这一来一回的，说不得还要走夜路。要不我再陪您走一趟？胡闹！我这是去跟人家划开界限，一别两宽。你个姑娘家家的，送上门去是怎么个意思？临了临了，还要让人评头论足一番。那好吧，我乖乖在家，但必须让阿爹陪您去，也别急着赶回来，让他带着您去镇上好好逛逛去，大不了去酒店歇一晚，明天中午赶回来过节就行。你啊，就随了你爹爱花钱的性子，口袋里有几个铜板就浑身不自在。刘氏嘴上抱怨，心里却暖洋洋的。姐，大哥呢？去了外婆家。想到大哥这趟是去叫他们过来参加后天的定亲，花雪梅一脸羞意。话说陆之安这么好一个男娃子，你甘心就这么退了？你觉得他很好？这还不好，长得多齐整啊！你真觉得他那么好？对呀，家里条件也不赖，老娘和气，兄嫂看着也挺懂事明理的。你要是嫁过去，就等着享福吧。哎，也不知道阿爹是怎么想的，一见到人家就喊打喊杀。你说阿爹一年到头不在家，会不会在镇上干了什么坏事儿？正好被陆之安看到，有啥把柄落他手上了？要不然他怎能对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打喊杀呢？花雪梅循循善诱，挑拨离间，恨不得花香香现在就去找爹娘，撒泼打滚的闹着要嫁给陆之安。那要不让阿娘把陈家的亲事也退了，你嫁到陆家去？啥？你说啥？我说让阿娘把陈家。这关人陈家什么事啊？你少在这给我打歪主意，我告诉你，陈家父是我的，你想都别想。不是你说陆之安好的吗？让你嫁给他，怎么又不愿意？我那不是替你可惜吗？不识好歹的货，懒得跟你说。我不傻，更不喜欢被人当成傻子来耍，而且我的心眼还很小，睚眦必报。陆家老林氏又在哭哭啼啼的拉着大儿子。你弟他可怜啊，8岁就没了阿爹，我这个没用的阿娘也帮不上他什么，他除了靠你这个兄长，又能靠谁？阿娘知道你是个好的，他也确实淘气，我也气呀。可咱是他的骨肉至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总不能因为他不听话就任由他自生自灭吧？阿娘答应你，只要你帮着把他这件事弄好，让他成个家，以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再也不压着你们两口子贴补他，给他擦屁股了。那就分家吧。行，只要能让他娶个媳妇回来，我保证成亲后1个月之内就把他分出去。这栋新屋子是你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划拉回来的，我不会由着他赖在这儿不走，把他分回老屋子里去，以后他能把日子过成啥样，都和你这个大哥没关系。老林氏哭天抹泪的说了一大堆。他今年已经18了，总不能让我这个大哥管一辈子吧？一旁的儿媳妇林氏却听进去了。为了能将陆子安这个祸端分出去，说什么也得努把力。老林氏来陆之安房间，睡，再睡下去就得做一辈子光棍汉了。之安，你赶紧跟你大哥保证，只要成了亲，立马和你大哥分家，还得从这个屋子搬出去。一听说成亲分家2个字，陆之安一个机灵，立马清醒过来。保证我是可以保证，但娶回来的媳妇必须是花家姑娘，别家的我可看不上。陆文兴看着弟弟这副赖皮的嘴脸，心中的怒火又开始往上涌。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还看不上，显着你多大能耐似的。娶回来养不养的活都是个事儿。还有，你1没营生，2没能耐，还把人家阿爹得罪的透透的，人家能嫁给你，除非眼瞎。再说了，人家敢嫁，你敢去娶吗？以后过年过节的，你敢跟着媳妇儿上老丈人的门吗？他不给你2锄头，把你锤个稀巴烂，我陆文兴跟你姓。我的儿，天下姑娘多的是，咱换一个行不？你说你要是在老丈人家睡着，人家拿把明晃晃的菜刀站你床前，一个手起刀落，那不行，这样的亲家咱可不能要啊。去别家的那也是一样的下场，哪家没个3亲4妻的？他见天在街上混，随便得罪一个，说不定就是人家姑娘的大表弟或小表叔，总不能到时再换一个吧？依我看呢，想要娶媳妇，他得自己拿出个态度来，要不老老实实下的干活，要不正正经经找份工去做，以后有了媳妇孩子，也不至于饿肚子。
老大说的对，你就乖乖听你大哥的话，不能总是这样混下去。见老儿子不愿吭气儿，他气得一巴掌拍在他身上。你听进去没有？倒是说句话呀！还不等陆之安回答，院门就响了。谁呀？我去开门。你好好跟治安说。哎呀，是花家婶呢，这是想想熬爹吧，快进来。听到儿媳妇特意加大的声音，老林氏勉强露出一抹笑，朝院门口迎了上去。我们正商量着押着那混小子过来给您道歉呢，没想到两位这么早就过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花正田却像脚底生了根，怎么也不肯进来。我们不偷不抢，事无不可对人言，就在门口说吧。刘氏心疼自家男人所受的委屈，沉着脸，再没有昨日的嘻嘻哈哈。我家香香昨日回来，就把这银簪子给了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家女儿可不能乱收，这就给你们送回来了。还有这20文钱，也一并还给你吧。哎呀，说什么还不还呢？老赢家的一份心意而已，你们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刘氏才不顾及他的脸面，噼里啪啦接着输出。只是我当家的是个木匠，斧头是他吃饭养家的家伙时，还麻烦你还给我们。还有，请你们好好管教一下你们家的娃子。我当家的他作为一个男人，讲道理好说话，那是他品性好，我这妇人却和他不一样。再有下次，定要叫他陆之安尝尝我刘素花的厉害。花叔，我知道是之安这孩子太过分，也是我们陆家没把他教好。现在他人就在里面，要打要杀您随便，您要打我就给您找棍子，您要杀我来给您磨刀。只要您能把这口气出来，我这个做大哥的绝无二话。只是还请你进来说话。再说了，没道理你我二人站在这里晒着大太阳，陆之安那臭小子却在里面享清闲。花叔，您说对不对？落地有声的几句话让花正田的心里好受了些，在他的一再劝说下，花正田才迈不进院子。花家夫妇进了屋子。陆之安，给我滚出来！陆之安怯怯地走了出来。叔，婶子，我可当不起你这句叔。那天在大街上，你对我可是一嘴一个老鳖孙。叔，对不起，我错了。叔，您尽管打，打坏了算我的，有多大力您使多大力，想打多久您就打多久，只要您能出气，就是打死了，我们也绝对不敢有任何怨言。陆家的娃子还轮不到我姓花的来教训。陆文兴为了表明态度，扬起手就朝弟弟狠狠地抽了过去。你个小兔崽子，花叔舍不得打你，我来打，看你还敢不敢闯祸。我让你一天到晚不干正事。看这架势，花正田终于出了这口恶气。既然你们要教导孩子，那我们就先走了，滚出去太阳底下站着，好好思过。花家婶子，花叔，今儿太阳这么大，走了这么久，先歇歇脚。林氏又一趟一趟的往出拿吃食。我家这小叔子也是特不听话了，婶子您都不知道，我刚嫁过来时被他气得天天闷在被窝里哭，每天最期盼的就是他快点长大，快点成家，那样的话我也就解脱了。说实话，我自己那2个娃子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淘气。林氏先是狠狠地吐槽了一通小叔子的不好，让本就一脸不忿的刘氏脸色也缓和了些。接着话锋一转，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却也很少有十恶不赦的。婶子您说是吧？我这小叔子虽说他很不听话，但我作为嫂子对他有抱怨，却没有记恨。他从心里就敬我这个嫂子，我说他也好，骂他也罢，哪怕他过后再犯，但却从未对我大呼小叫甩过脸的。再一个值得夸的就是他那护短的性子，万一要是敢欺负到我们头上，他头一个不愿意。陆家这娃子确实会来事儿，也放得下脸面。你作为他嫂子，自然是帮他说话了。再说了，他好也是对你们一家人好，关我花家人什么事？林氏见花家婶子的脸色缓和了不少，话题开始往亲事上扯。婶子，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可别生气。自然这孩子是看上你家香香了，你看他这会儿老实，乖乖站在外面挨罚，为了花叔和你消气呢，说到底也是为了香香的姑娘。刘氏听了他一顿长篇大论，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搁这儿等着呢。昨晚还和当家的说来着，以后若是有这个缘分，那他还不被香香吃得死死的，定能管得他不出去胡混。你们家教了近20年都没能教好，竟想着把挑子往我家香香肩膀上撂，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来了。我家香香从小到大娇生惯养的，可担当不起您这个大任，我看还是算了吧。我斧头呢？志安，你叔的斧头呢？站在院子里的陆之安被太阳晒得昏头昏脑，闻言露出一丝苦笑。被我卖了，卖半两银子。你说什么？卖了？我将近3两银子买来的，你半两银子就给卖出去了。陆文兴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想冲过去再打他一顿。哎呦，你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人又不是衣裳，坏了还能缝补，
你再这么打下去，还不如直接拿把菜刀给他一个痛快，脖子上一抹，大家也就解脱。没了斧头就赔钱，这斧头我是3两银子买来的。这下连林氏都恨不得给陆之安2耳光。陆文兴正要开口应承给钱，就被媳妇瞪了一眼。志安，你已经长大了，马上就要娶媳妇了，自己挖出来的坑，你自己填。叔婶的，今儿你们就把这败家玩意儿领家去，让他干活儿用工钱来抵，挑粪也好，开荒也罢，只要不把他饿死，随你们咋折腾，我们作为大哥大嫂，屁都不会放一点。陆之安眸子一亮，一脸希意的朝花家2口子看去。叔婶子，你们放心，我去了以后一定吃最少的饭，干最多的活，再也不敢惹您2人生气。你们这一家臭无赖，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陆之安，我念你叫我一声婶子，给你10天的期限，你是去偷也好，抢也好，哪怕把你自己卖了，也得把那3两银子给我还回来。这只簪子今天我就不还了，就压在我这儿，虽抵不上3两银子，但我也不怕，反正你们陆家就在这儿，跑不了。要是10天之后还跟我说没钱，这银簪子我就直接卖了，不够的搬东西来抵。当家的，我们走。2人一前一后的走了出去。安静如鸡的院子里，4个人大眼瞪小眼。如果这次错过了花家姑娘，那下次、下次也必定会这么错过其他女子，直到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过完这一生。我原本还觉得这种恣意洒脱的日子过着也挺好，但现在最起码在这一刻，我想要改变。我不想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子和我的人生擦肩而过，然后嫁给别的男子，再和别人生儿育女。不，花香香只能是我陆之安的。你这人也是，人家想要银子，给他们就是，这闹的。老林氏嘴角垮下来，对着儿媳妇开始唠叨：我们给的还少吗？这几年前后加起来，没有10两也有8两了。这次更过分，一次性就是3两。您当我们2口子是什么？求不完用不空的钱庄吗？阿娘，偏心也不是这样偏的。您后老了还得跟着我们当家的，给您端屎端尿的也是我。您这样毫无顾忌地偏向另一个，就一点都不怕我们记恨吧？林氏噼里啪啦一顿输出，他实在是太崩溃了，多年积攒下来的委屈在这一刻全爆发了出来。大嫂，你放心，这钱不叫你们掏，以前是我不懂事，从你们那霍霍出去的钱，我也会尽力还给你和我哥。林氏一惊：志安，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是，我陆之安说到做到。我的儿，你终于长大了。走出去老远的刘氏还在愤愤不平：这陆家大嫂，我原还以为是个好的，不想却是个扮猪吃虎的精怪，兜兜转转带着咱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好家伙，把我给绕得云山雾罩的，差点就一头栽了进去。花正田却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家媳妇儿：媳妇儿，谢谢你把我那郁结了大半年无法说出口的委屈全给消了个干净。花家夫妇从陆家出来后便往镇上走，后天花雪没下定，得去买些食材。初6陈家过来下定，今儿要买的东西多着呢，你快帮着我捋捋思路，看都要买些什么东西。我大姐和小妹他们没去叫，但因着正逢端午，他们说不准就撞上了。明天他们要是没回，下午你就去一趟，通知一下他们，叫不叫是咱们的事，来不来是他们的事。行，算上老屋的2房，还有刘家村那边挤一挤，5桌应该能坐下。陈家那边来顶天来10个人，挤这些6桌应该足够了。还有坝子村那2家，你是怎么打算的？刘氏是老大，2个妹妹嫁在坝子村，离得都不是很远，他们就不请了。去年大妹家的如云定亲，他们也没叫咱，要不是今年正月叫我去喝喜酒，我都不知道这回事。你不怕他们不乐意？礼尚往来，他们做初1，我就做15。小时候带了他们多少，要说欠也是他们欠我，我可不欠他们。你就别多想了，就当他们嫉妒你过得比他们好，心里便会舒服些。不想有什么好想的，有那时间还不如想想怎么给咱家香看个靠谱点的婆家。来到镇上，2人率先去了菜市，买了3条鱼、一些辣椒等调料，又买了2包花生瓜子，用来招待客人。一路买一路逛，不知不觉来到一家成衣铺子摊。怎么想到买成衣了？你不是最省的吗？雪梅这孩子老实听话，做起活来从不偷懒。陈家又是镇上的，我就怕他小门小户出来的，后天人一多，再漏了气。那给铁柱和香香也买1件吧。兜里有银子，咬你的肉是吧？也不看看咱是什么人家，买1件我都是下了大决心。你倒是大气，还每人1件。他们就算要买，也得先等些日子，等他们的好日子到了，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也是。花了近半个时辰，在刘氏的软磨硬泡下，女掌柜退了一步又一步，以1两银子的价钱买了1件花式新、款式也好看的成衣。一件衣裳不当吃又不当喝的，竟然要这么贵，1两银子，若割肉吃，都够一大家子吃1年的了。可还有什么要买的？不买了，不买了。猪肉我已经跟刘屠夫打好了招呼，
后天给咱留出来5斤，加上昨你买回来的5斤，还有我买的2斤，光猪肉就有12斤了。明中午咱一家又在老屋吃，肉是足够了。这鱼回去剁成块，再用盐腌上，后天添几个萝卜进去，吃着正好。鸡蛋家里也还有20来个，到时候再杀3只鸡，配2把干菇炖汤，就差不多了。夕阳缓缓接近山头，最后一丝余晖落下。花香香站在村口的大路上和大哥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大哥，阿爹阿娘回来了。一看到那2道熟悉的身影，他就飞奔了过去。阿爹，你们累不累？快让大哥替你拿回去。你这懒筋倒是会安排，好话都让你说了，回去叫别人干了。我本来也想替阿爹拿的，可一想到里面的东西都是花了银子买回来的，要是被我这笨手笨脚的磕碰坏了，那才可惜呢。那就让你大哥拿，姑娘家提太重了，小心长不高。谢谢阿爹。阿爹买了些什么？有没有买好吃的？一天天的就想着好吃的，你姐在家包了那么多粽子，还不够你吃。阿娘，您可冤枉我了。姐姐也不知道咋了，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话，我不认同刺了她2句，她就发了脾气，蒸了满满一铁锅粽子，她自己不吃，也不许我吃，就大哥拿了3个。这死丫头又做什么妖？她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她在我跟前念叨了一上午，都是在说陆家多好多好，我一嫁过去就等着享福，还说咱家把他们回绝了，多么可惜之类的。这个没脑子的货，我这做父亲的还能害你们不成？突然，花香香看外面那层包裹的布，哇，这是啥？嘴里问着，手上动作飞快，3两下就拆开了布包，一看见那件鲜亮的成衣。阿爹阿娘，你们真是太好了，定是知道陆家的事，让我心里难过，才买这么漂亮的衣裙哄我开心，对不对？刘氏和花正田看到小女儿开心的样子，想说不是买给她的，又实在说不出口。对，就是给你买的，一会儿到家试试。你阿娘挑了1个多时辰呢。谢谢阿娘，阿娘对我这么好，等我以后有银子了，一定给你们1人买3件。花香香扬起的笑脸上是满满的感动，让人看了都不忍说出残酷的真相。对了，大哥和姐姐的呢？为着他的下定，我和你娘在街上逛了半天，买了一大堆菜，银子花的也不老少。姐姐和大哥的就得办喜事的时候再买。不是吧？就我一个人有？哇，我今天也太幸福了吧！花香香开心的快要跳起来，眉眼弯弯，声音透着欢快。想到什么，突然沉默下来。大哥心宽，定不会计较这些，只是姐姐她本来想的就多，要是看到只给我一个人买，她定会不高兴的。要不我这件先给她，等下次买的再给我。香香，既然你有这份心，阿娘就听你的。花正田张了张嘴，忍着没再说啥。2个女儿之间，他肯定是偏向小女儿的。每次回来，小女儿不管在睡觉还是在做其他，哪怕是在茅厕里蹲着，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到他身边，一阵嘘寒问暖，不是倒茶就是端凳子。对比目着一张脸，眼神都不和他相对的大女儿，肯定是会来事儿的小女儿贴心。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4人回到家中，花正田一想起花雪梅挑拨的那些话，就气不过。香香，你把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当时他犹豫许久，时不时朝阿爹和姐姐看去，有些为难。说。他被吓得一抖，磕磕巴巴的把今日上午2姐妹的对话一字不漏的说了出来。花雪梅万万没想到，挑拨不成，搬起的石头还砸了自己的脚。你妹妹说的可是真的？花雪梅一声不吭。刚才不挺能说的吗？这会儿怎么不说了？说呀！花正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高高的扬起了手。阿爹，你不要打姐姐。不是这样的，这都是花香香的阴谋。此时花香香那一脸的错愕受伤，她嫉妒我能嫁去镇上，就想把这门好亲事抢了去。我告诉你们，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都怪你们眼盲心瞎，一碗水端不平。你个孽畜，我看你就是好日子过够了。亲事是你抢了他的，你却倒打一耙。既然这么看不上咱们，那你给我滚出去！你看谁家的爹娘好，不偏心，你去找他们当爹娘。刘氏自己也很受伤，这段时间因着陈家的拿捏，这颗提着的心就没放下来过，生怕这么好的一门亲事在竹篮打水一场空。作为母亲，2个女儿哪个她都对得起。村子里最不缺的就是拿女儿当出气筒的爹娘，吃不饱穿不暖，饥一顿饱一顿的养大，年纪一到再收上一笔银子，半卖半价的一脚踢出门，时常还扒他们身上吸血。而我呢，这么为你打算，你不但不感恩，还生出仇怨来了。想到刚花出去的那2银子，他就恨不得扇自己2嘴巴。自己过了半辈子了，还从没买过这么贵的衣服，就连当家的和儿子2个男人也从来没有过这等待遇。都是你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姐姐，你别生气，这是阿爹阿娘给我买的衣服，我让你先穿。
给你买的新衣服。花香香一脸无辜地点点头。好的很。给他买衣服却不给我买，让你们买。我让你们买，我全给你剁了，看你怎么穿。没有我的，那就谁也不要穿。你们心都偏到嘎吱窝里了，等着吧。在不远的将来，你们总有求到我的那一天。眨眼之间，花了1两银子的贵重衣服就成了碎布，刘氏费都气炸了。打死你个败家玩意儿！好心好意给你买件衣服，一句好话没有不说，抬手就给毁了。那可是1两银子啊！你阿爹累死累活1个月都不一定能赚回来。因着这件被毁了的衣裙，两口子都失去了理智，手一下一下的落在花雪梅身上。看这架势，花香香吓得瑟瑟发抖。花铁柱原本还想去拉一下，但一看到阿爹阿娘脸上的表情，他就退缩了。反正以前我和小妹挨收拾的时候，大妹也从没替我们求情过。她做初一，我做15，也不算过分。1刻钟后，花正田两口子才喘着粗气收了手。看着小女儿伤心欲绝，看着地上的碎布，花正田心里一软。香香，你别难过，过2天阿爹带你去趟镇上，再给好好挑一件。谁都不给买了，你们自己看看，整个石子村有几个女娃子像你们似的，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我真是上辈子欠你们的。你阿娘不给买，阿爹亲自带你去。谢谢阿爹，只是您挣钱辛苦，真没必要买这么好的。有这1两银子，我还不如让阿爹在家歇1个月，我身上这件就挺好。花香香的衣服还是前2年姐姐做衣服时剩下的布料拼接的，花正田心中酸涩。买，必须买。阿爹虽挣不了多少银子，但给你买件衣服的钱还是能挣回来的。刘氏没有再反对，小女儿懒是懒了点，但孝顺自己两口子的心，她却是真真切切感受得到的。那等女儿嫁出去了，时时给阿爹打酒喝。那就这么说定了。花雪梅刚挨了一顿打，更看不得这一大家子和乐融融的画面，扭头进了房，砰砰一声关上了门。香香，你想不想嫁去陈家？花香香吓了一大跳，愣了好半晌都没作声。阿娘，你想干嘛？陈家不是说给雪？刘氏一个眼神过去，花铁柱就进了声。阿娘，我那天既然把陈家这门亲事让给了姐姐，就没有再要回来的道理，也从没动过要从她手里抢回来的心。咱们花家虽比不上陈家富裕，但他们陈家再好再富裕，我也不会为了一个男人就和自己姐妹反目成仇，让外人看笑话，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沦为他们的笑柄。哪怕我错过他们陈家，只能嫁一个贩夫走卒草草过一生，我也认了。好，不愧是我花正田的女儿，有志气。你是个懂事的孩子，阿娘定要好好给你寻摸一户好人家，风风光光的送你出门子。谢谢阿爹阿娘。晚上，花香香躺在床上，听着姐姐的肚子咕咕叫，还有她那呜呜咽咽、断断续续的哭泣声。要是饿，你就吃2个粽子。要你管，这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姐姐，你脑子里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了根弦。对你好的时候，你开始作妖，受了委屈，又用饿自己肚子来惩罚别人，自己都不知道心疼自己，竟然期待着别人来心疼。今晚吃的我包的粽子怎么样？好吃吗？怎么就没把你们几个给撑死呢？不生气，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几遍之后，呼吸渐渐平缓下来。我问你话呢，你哑巴啦？你给我起来！你到底想干嘛？我想干嘛？你把我害得这么惨，自己却呼呼大睡，还反过来问我想干嘛？花雪梅感觉心里有团火，不发出来，她得憋屈死。姐姐，你要再敢打我一下，我立马起床去跟阿娘说，同意嫁到陈家去。你说什么？我说，如果你再打我，我就把陈家从你手里抢过来。我说，如果你再打我，我就把陈家从你手里抢过来。反正昨天你也一直往陆之安面前凑，今天你还一个劲儿的说陆家有多好多好，要不咱们对调一下，你嫁去陆家，我嫁去陈家，你觉得怎么样？你在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我胡说八道？姐姐，我要是你，从此之后就离我这个妹妹远远的，永远也别和我对上。花雪梅愣了，其实花香香只是吓一吓姐姐，她对陈家富可没什么意思。如果你饿了，就去拿2个粽子吃。此时花雪梅又不说话了，花香香已经习惯了姐姐的沉默。她这个姐姐勤快的名声可不是盖的，哪怕是闹脾气，也只是光干活不吃饭。小时候她也劝过，可姐姐丝毫不听，好像故意和她较劲似的。她越懒，姐姐就越勤快，慢慢的她也就不劝了。阿爹说明天要去老屋，别吵了，闭上眼睛睡觉。第2天一大早，刘氏的大嗓门又在窗外响起：花香香，日上3竿了，你还不起来？你这好吃懒做的死丫头，以后嫁到婆家去都会被打死。懒好像成了花香香的代名词，其实一开始她也不是这样的。6岁时，花香香意外得到了一块饴糖，自己是一口也没舍得舔。阿娘那么辛苦，我要留给阿娘吃。为了护住这块饴糖，挨了比她大1岁的哥哥好几拳头，终于等到阿娘回来，
他乐滋滋地将饴糖送到阿娘嘴边。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谁知阿娘接过后，转手就递到了大哥手里。他刚张嘴嚎了2句，就被阿娘的大耳刮子给扇懵了。当时大哥那嘚瑟和挑衅的眼神，让他沉思良久，当下决定，从今往后，我要换一种活法。从那之后，他跟着大哥学会了撒泼打滚，游手好闲，招猫逗狗，活事一点也不做，为了一口吃的，嘴巴能像抹了蜜，将一众大人哄得团团转。从此他的名声也彻底的坏。花香香起床之后，刘氏已经带着儿子去了杨家，也就是未来大嫂家。花正田在院子里敲敲打打。阿爹，你这懒丫头，舍得起床了？呵呵，这个起晚了些。何止今天，我前天回来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昨天你也起晚了吧？我改就是。今早吃粽子，你阿娘嘱咐着焖在锅里，快去吃吧。等我修完这张椅子，你姐也该回来了，正好去老屋。哎，阿爹，您学会这手艺就是好，不但能挣银子，还能帮家里干活。那是，等做完这个东家，我就回来待上段时间，把你搁屋里的家具打出来。真的？那我岂不是天天都能见到您了？天天见我干啥？阿爹，您在家好呀。您一回来，阿娘买肉的手比都大气多了。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从我们记事起，您就很少在家。如今我和姐姐都快嫁人了，以后到了婆家，轻易也不能往娘家跑，再想见您就更难了。阿爹，您一定要长命百岁。花正田嘴角的笑意收了起来，心猛地一紧，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拽着，又酸又甜，还有股子涩涩。那，既然香香这么说了，那阿爹到时在家多待段时间，等把你大哥房里的家具打好，再帮你打几个嫁妆箱子，到时候阿爹再努把力，尽量帮你把那几个嫁妆箱子塞满，风风光光的送你出门子。那我可当真了，阿爹可不能食言。阿爹说到做到。花香香眸光闪了闪，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阿爹哭，特别是对着她一个女儿哭。如果这次爹真能说到做到，在出嫁之前，我就再把玉露掺到茶水里，让她和阿娘喝。小时候的花香香身体其实并不好，听刘氏说，在母胎里就带着不足之症，脸色也蜡黄蜡黄的，跑几步路就喘不过气，家里人也没给她治。可自从发现了玉露这个秘密，她不但身体一天天康健起来了，气色也好看了。花正田跟着师傅学徒那几年，吃足了苦头，身子也亏空的厉害，整日这里疼那里疼，疼得整夜睡不着。大夫看了不少，就是治不好。10岁出头的花香香看阿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着实心疼。有一天，他实在没忍住，偷偷往药汁里滴了2滴玉露。当天晚上，花正田就睡了一个好觉。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花正田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冲进他的房间，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完了还在下着大雨的大清早逼着他出去给全家洗衣服。因着河里涨水，他把大哥的一只鞋冲走了，回到家还差点挨了阿爹一个耳光。阿娘不拦着不说，还四处找棍子，今天非要把你的懒筋给抽出来。还好12岁的大哥像堵墙一般拦在阿娘面前，阿娘一下又一下的棍子往他身上抽，他都没有挪动一步。后来他给大哥喂了2滴玉露以后，他身上的伤痕不到1个时辰就消了。这玉露有奇效，以后再也不能轻易把玉露拿出来，万一这个秘密被暴露，以我现在的能力是绝对保不住的。阿爹阿娘会头一个从我手里抢走。从那之后，花正田身体再也没痛过，一同改变的还有花香香的嘴巴变得更甜了。此时花雪梅提着一篮蘑菇回来了，看到凑在那里有说有笑的2人，她的脸就黑了下来，一声不吭的越过2人，径直走过了厨房。后脚刘氏一脸怒意的也回来了，后面跟着垂头丧气的花铁柱。你们咋回来了？杨家竟这般不懂规矩，送了一篮子节礼上门，竟然连顿饭都不招待。说来就气，到底咋了？花铁柱心如死灰的进了房，仿佛没看到面前的父亲。杨家那个老寡婆又开始给咱出难题了，她自己恨不得把女儿当牛马来用，成天使唤的团团转，这边竟还有脸跟我提，让我们再建一栋房子，成亲之后就让我们和儿子分家，这样他女儿就不会受委屈了。什么？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他杨家哪来的脸，竟然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走，咱找他去，老子不发威，他还真想蹬鼻子上脸了。不用去了，我已经和他大吵了一顿，他借此退亲，已经把聘银还有这2年的花销都结算给我了，6两银子全在我兜里。
他一个无理还要纠缠3分的人，竟有这么爽快。我也觉得蹊跷，回过头就去了一趟铁柱他小峡谷那边，费了半天口水才问出实情。打死你都猜不到，原来那招温的老寡婆子竟然把铁柱媳妇偷偷许给县城的一个什么捕头做小老婆了。什么？这不是欺负人吗？我这就去叫上我2个兄弟和几个侄子，不把他们老杨家的屋顶掀了，我就不姓花。还是算了吧，先不说你那2兄弟去不去，就是愿意去，你阿娘她能让？更别说人家可是搭上了县城捕头的路子，可别一个不小心再被人下了大狱。花正田听后，犹如一瓢冷水兜头而下，从头凉到脚。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那肯定了，下午咱再去，铁柱媳妇定是抢不回来了，那就让他赔银子。我怀疑那老寡妇是2头瞒，县城那头指定还不知道这事儿呢。门里的花雪梅却听得脸色煞白。这件事不是明年冬天才发生的吗？怎么这一事提前了1年多？上辈子杨家找了一大堆借口，把婚事推到明年冬天，到明年冬天杨家就会彻底翻脸。大哥气不过上镇上找那捕头讨要公道，却被关进大牢，足足花了80两银子，才把面目全非的大哥解救出来。花雪梅现在很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哥。她沉思了一会，不能告诉大哥，只要大哥出事了，爹娘为了筹钱，定会把花香香嫁给老官夫换彩礼钱。没有这件祸事的推波助澜，我怎能把花香香踩在脚底下呢？花香香来到大哥房门前，敲了敲大哥的房门，没反应。哥，我是香香，你不出声，我就进来了。一进房，他就看到5大3粗的大哥，竟然像个小娇娘似的，靠在床头暗自垂泪。哥，你怎么哭了？香香，你再也没有大嫂了。没事，没有就没有吧，你那还没到手的妹夫，不也没有了吗？他这话一说，花铁柱瞬间觉得找到了知音，和妹妹同病相怜起来。我没有媳妇儿了，以后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那我努把力，争取早日给你找个妹夫回来陪你玩，那样你就不孤单了。没有媳妇，哪里来的儿子？我以后是不是会老了没人养，死了没人埋？我怎么那么惨？那我以后多生几个，把最好的那个儿子过继给你，让他给你养老送终。我还是想要自己的媳妇，不想养你的儿子。哥，你这么说就有些不知好歹了吧？确实有点不识好歹哦。花铁柱经此一打岔，心情平复了些，在小妹连哄带吓的逼问下，吞吞吐吐把在杨家发生的事儿全说了出来。这是好事呀！我都被人撬墙角了，还好事儿？大哥，你自己说说，这样的老丈母娘你想要吗？不想。傻子才想，你也不想等成亲后你在家带着儿女，老丈母娘再把你媳妇哄回娘家，给她再找个男人换银子吧。所以啊，趁着还没成亲，和这样的老丈母娘一刀两断，这叫及时止损。不，你连损都没损，直接把这个坏人一脚踢开了。那就这么算了。不甘心？那咱就找他要银子去。可是银子他还回来了。哥，你太好说话了，这点银子哪够？这种背信弃义的渣渣，少说也要敲他一笔竹竿。能行吗？咋不行？你躲在房间里哭可不是本事，要让他悔不当初，让他心痛难忍，让他来次大出血，那才叫本事。凭什么他做了坏事，还可以在家躺着乐呵呵的数银子，而你受了委屈，却只能扑在床头哭得像个二傻子，这还有天理吗？对，岂有此理！必须去敲他一杆，狠狠地敲。这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大哥一看就是义薄云天之人，先说好，敲来的银子咱5-5开。啊，这银子不给阿娘？你傻呀，谁有也不如自己有，听我的，阿爹阿娘那里一个字儿咱都不能说，要不然咱俩辛苦这一趟连个铜板都没的。我跟你说，没好处的事儿我才不干。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剪发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大哥，要没好处你能干嘛？我也不干。行，就听你的。那咱什么时候去？等阿爹阿娘走了我们就去。他们往哪儿走？肯定去老屋啊。灶房里，花正田2口子在商量着各种话术，怎么能从杨家手里拿到银子。2人各抒己见，越说越来劲儿。突然发现好久没看到花香香，刘氏拿着扫帚来到院子里，对着花香香的屋子喊：花香香，你个好吃懒做的，又去躺尸了。阿娘，我在这儿。我哥他心情不好，老屋我就不去了，在家陪陪我哥。花正田2口子一愣，刚才光顾着生气了，后来又商量着怎么从老寡婆那占银子，也没来得及出声关心一下儿子。眼见着马上进门子的媳妇儿，一夜之间变成了别人的小老婆，儿子心里难受也应当。你嘴甜，多哄哄你哥，这几天看紧点，千万可别让他想不开再去闹。
我想吃大伯娘做的炸小鱼，酥脆酥脆的。行，我这就去拿碗装粽子，一会儿顺带叫他们给装点回来。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陪你哥。知道了，阿娘。等他们3人一出院子，花香香便冲进房间，蒙了个面巾出来了。乔装打扮一番，我还没嫁人呢，可不能让人知道，再坏了名声。就你还名声？不行啊。行行行。杨家村不远，半个时辰就到了。就这家，一看他家这独门独院的，就知道不是个好相处的。这个老贼婆。哥，你先冷静，我们这趟过来是为了银子，你可千万别冲动。你待在外面望风，我一个人进去。我不要。想不想出气？想。想不想从那老贼婆手里敲笔银子，让她心疼难当？想。想不想让她哑巴吃黄连，让她挨一棍都不知道是谁打的？想。那不就得了？老实待在这儿，有人过来你就躲着点，尽量别被人看到。那好吧。花香香转身朝杨家院门走了过去，院门虚掩着，里面有说有笑的，还挺热闹，应该是有客人。来，这糕点是应红他姑从县城带回来的，你们也尝尝，看看和你们常吃的是不是一个味儿。许记铺子的吧？这花纹一看就认识。对，他是提过一嘴来着，只是咱也没去过县城，还真没记住。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们家的味道确实还不错。婶子，您出来一下。你谁呀？杨婆子扭头打量了一下，确定自己不认识，开口问道：我是石子村的，听说。杨婆子一听，急忙打断道：你等一下，我这就过来。那啥，我出去一趟，上次让石子村的人在镇上帮我带了点东西在田头就给我了，几十文钱到现在还没还给人家。去吧。杨婆子一出来，一脸不高兴。你想干嘛？最近手有点紧，问婶子借点银子花。是花家让你来的对不对？你们还是不是人？银子上午就给你们结清了，10两银子，要不然我就冲进去，把杨应红腰上有块胎记的事儿宣扬开来。胎记？你是谁？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杨婆子惊诧恐惧至极。我知道的多了去了，如果您想听，我们就进院里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跟您讲。那不行，我很好说话，10两银子买断，以后有关于杨应红的所有事，我都全烂在肚子里，谁也不告诉。你这是趁火打劫呀！我统共就收了县城10两银子，你全都要了去。那我就进去找里面的人评评理，我相信里面的客人一旦听见，就不是10两银子能搞定的事儿了。5两，10两，好你个小贱人！里面的媒婆听我说，那杨应红，杨婆子被他吓得差点魂飞魄散。我给你拿了银子，就得赶紧离开。那是肯定的。给，你给我转告老花家，让他们小心这些，可千万别放我姑爷手里，不然，哼！什么老花家？要告诉你自己告诉去，我婆婆和花家婆娘不说话好几年了。你不是花家叫来的？杨婆子大吃一惊。哎呀，给银子的人最大，您说是花家叫来的，那就花家吧，我就不奉陪了。小妹，得手了吗？那当然，你也不看看出手的是谁？我的天哪，简直跟做梦似的。香香，你说这银子，咱真要独吞？我心里咋这么没底呢？万一被阿爹阿娘知道，只怕我这2条腿都得被打断。瞧你那出息，你怕的话，这银子给我，我不怕。不行，我情愿这2条腿不要了，也要这5两银子。你就老实放我这儿吧，阿娘时常在你房间里进进出出，万一哪天就被她看出些啥苗头，我都得被你连勒死。你要放我这，我答应你，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拿，还不叫阿娘知道。你想想，阿爹成亲都快20年了，花点银子都还要被阿娘追着打，等以后你娶了嫂子，没银子花了，还可以上我家来拿，神不知鬼不觉的，你觉得咋样？行，那就放你那里，你说话可得算数，要不然我就以大舅子的身份，天天躺在你家吃喝，还打你男人。放心吧，不过话说回来，替你保管银子也是个操心又劳神的事儿，你可得出点辛苦费，1两银子咋样？不咋样，你也太黑了吧，一伸手就是1两，咋不去抢呢？大哥，你这就有点过河拆桥了呀，这不就是我抢来的？要不是我，你哪来的5两银子？说不定这会儿还趴床头上抹泪呢。我想法设法的替你出了口恶气，也不求你能念我的好，但你也别不识好歹吧。我也不操那闲心了，5两银子还给你，等哪天让阿娘发现了，你不但1文钱捞不着，少不了还得吃顿竹笋炒肉。那还是给你吧，好歹还能落着4两。大哥既然这么信任我，那我豁出去这条命，也要替大哥护好这4两银子。小妹你真好。
走吧，我们快回家，说不定还能上老屋蹭一顿饭。你刚才不是跟阿娘说要陪着我哄我开心的吗？花铁柱一脸不愿，阿爹不受重视，身为阿弟儿子的他，在老屋自然也不受重视。这次到手的媳妇跑了，还不定被他们怎么奚落呢。那我现在是不是在陪你？帮你出了口恶气，还白得了4两银子，一点不用担心银子被阿娘发现，想用随时可以用，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得了？你放心，有我护着，谁要敢拿杨家的糟心事儿来戳你肺管子，你只管告诉我，我头一个饶不了他。有了小妹的保证，花铁柱底气足了些，脚步都迈得宽了不少。两人紧赶慢赶，5时刚到就赶回了家。先回趟咱自己家，趁着家里没人，我把银子先藏好。花铁柱自然没有不应的。回到家，花香香去了房间，一阵打字，便心满意足的出了房门。藏好了。靠不靠谱？万一被阿娘发现。哎呀，只要你不说，保证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银子的事儿。两人风风火火的朝老屋去了。2个姑姑回来了。回来又怎样？带了好东西，我们也吃不上1星半点，还动不动指挥我干这干那的。那这个你听我的，保证让你吃上好东西，还没一个人敢指挥你干活。行，有你这个妹妹，可真是我的福气。那当然，我可就你一个哥哥，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哟，铁柱过来了，来让大姑看看眼镜红不红啊？咱铁柱也是命苦，你说这一看到两兄妹的身影，2个姑姑就过来了，拉着侄子一阵奚落。哎呀，你们可少说几句吧。刚在家里要死要活的，我好不容易哄好，你们要再刺激他，一个错眼，再出点事儿，我阿爹阿娘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等他们老了没人养，正好你们一家分摊一个。2个姑姑一想到老2两口子的尿性，对视一眼，讪笑几声就逃开了。刘氏正在灶房帮忙，一出来就看见他们2兄妹过来了，看着小女儿帮着儿子的样子，他眼眶热热的，自己苦点累点都没关系，只要自己的孩子不被欺负就行。以前每次过来，儿子都闷闷不乐，被他们挤兑的颜面尽失。兄妹就是兄妹，平时打打闹闹没大没小的，真出点啥事，还是这个妹妹最贴心。阿娘，我去看看阿奶，您过来看着点大哥。花香香一看到阿娘从灶房里出来，好心替她解围道，让她不用回灶旁，就在这里照顾大哥。你哥看着好些了。我想着大哥一天到晚窝在房里，心情好也变得不好了，便哄着他出来走走，这边人多，一人哄一句，也能让他看开一点。花香香说着，又朝2个姑父说：“2位姑父，你们在外面见的世面多，想必开导人也更厉害。我大哥这一会儿就寻死觅活了好几次，你们可得帮帮忙，好好劝劝他。”2个姑父一脸不屑地扫了花铁柱一眼。大姑父年纪大些，能沉得住气；小姑父阴阳怪气地说道：“大男人何患无妻？为了个女人要死不活的，实在。”姑父，女人怎么了？虽说您是长辈，但作为2个姑姑的娘家人，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什么叫何患无妻？什么又叫为了个女人？我哥一时难以接受被退婚，那是他常情。我作为一个妹妹，为他感到自豪。只有那些吃着女人做的饭菜，穿着女人洗的衣裳，却把女人踩到尘埃里的窝囊废，才会在自家媳妇身上找存在感。2个姑姑一看自家男人吃亏，便想要为自家男人出头。花香香一看到2个姑姑过来，看向他们的眼神要多同情有多同情，让2个姑姑心里直发毛，一肚子话都没能说出口。姑姑，你们受苦了。姑姑，我就说你们每次回来，那是一次比一次憔悴沧桑啊！我之前还纳闷，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没想到竟是被我姑父给折腾的。不是，小姑看到当家的一脸郁色，赶紧开口解释：“小姑，您就别帮着他说话了，当着我们娘家人的面，他都敢这样说，您在婆家的日子，光是想想我就心疼啊。”接着花香香又气势汹汹的拿手指向2个鼻孔朝天的姑父：“我告诉你们2个，我们老花家的女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糟践的，好歹还有我阿爹3兄弟在这儿呢，堂兄堂弟加起来也有7、8个，有我阿爹和我大哥他们在，谁也不能欺辱我们老花家的女儿。”一番话直接让气氛燃起来了。阿奶站在堂屋门口，一脸欣慰地看着这个犹如太阳一般耀眼的孙女。你但凡有香香一成的孝心，我就是死也能含笑九泉了。2姑父摸了摸鼻子，在一众不善的目光中，逃也似的离开了饭桌。2个姑姑看自家男人被娘家人训得抬不起头的样儿，内心很是畅快。如今娘家也是有人替他们出头的。2人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刘氏聊着天，还纷纷出言宽慰他，只说他会教导孩子。想看我大哥的热闹，先给你们后院点把火，让你们接个中午这顿饭都吃不安生。这死丫头一点活不干，尽忙着出风头了。刘氏起身又想进灶房帮忙。哎呀，阿娘你就歇着吧，接个这么多人，哪就差您一个了。他们都走了，就咱娘仨坐这也不好看。您又不用说婆家了，好不好看的，只要我阿爹不嫌弃，谁也管不着。
有闺女给撑腰，这感觉还挺不错。那我就在这儿陪陪你哥。阿娘，您不用担心我亲妹妹一顿开导，已经好了许多。阿娘，我阿爹呢？被你阿奶叫堂屋去了，并又是为了银子。我去看看。对，你去看着点，别再闹僵起来。花香香一进上房，就听见阿奶在骂阿爹，阿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大伯和三叔在一旁乐呵呵的看着，时不时应和两句拱拱火，好让阿奶继续发光发热。没银子，你一年到头就没在家的时候，你说没银子，说出去只怕整个石子村的人都没一个相信的。阿奶，这是说啥呢？阿爹，阿娘刚到处找你来着。花正田一听就要往外走，不许走！你哥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今儿不把银子交出来，就不许出这扇门。二弟，你看看，把阿娘给气的。大伯一脸心疼的伸出手，想给阿娘捋捋背，却被花香香长长的指甲狠狠地划了一道，血珠子立马就冒了出来。哎呦，对不起大伯，都怪我毛手毛脚的。阿奶，快吐口口水，给大伯止血。花老婆子吧唧一声，张嘴就是一大口唾沫，把大伯恶心的恨不得把这只手给剁了。刚说这银子的事儿，对，我这点小伤没啥大事儿，阿娘的事儿更大。说银子都去哪儿了？银子？啥银子？怎么你们都在说银子的事儿？前儿去镇上，米粮行的掌柜娘子还拉着阿娘不让走呢，说去年买的米粮还没结清账，今早还在听阿娘说米缸又快要见底了。她长叹一口气，瞎话张嘴就来。对了，三叔，你们家田地多，粮食定然够吃，要不先借我家2担，等阿爹赚到银子，一定第一时间还给你。不，我家哪有米粮多啊？大伯呢？家里嘴巴一大把，我们自己都不够吃。奇了怪了，为啥大伯家和三叔家都有田地，就我家没有？声音不大不小，却重重地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老大和老三别开脸，有些不自在。花老婆子更不自在，当年有多偏心，她自己可是知道的。你这丫头，大人的事儿你懂个啥？一家子在一起聊聊天吗？大伯和三叔怕他在提借米粮的事儿，别好处没捞着，还惹了一身骚，就找借口离开了。花正田不耐烦听老太婆瞎叨叨，踩着他们俩的脚后跟，也出了堂屋的门，留下祖孙俩聊着天。听你阿娘说敏儿许梅要下定，你这个傻丫头，镇子上那门亲事好着嘞，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由许梅丫头抢了去，将来有你懊悔的那天。我那儿有些点心，等你要回家时来抓上几块，拿帕子包着回去，留着以后慢慢吃。阿奶您真好，等我出了门子，每次回来我都要给您买好吃的。还真是个小丫头，脑子里就想着些吃的。花老婆子一脸慈爱地看着，孙子孙女加起来10多个，也只有香香这丫头愿意陪我说上2句话。我不疼你疼谁？说着又递了快1两左右的银子在他手上。阿奶，这银子您留着，我不能要。傻孩子，你阿娘是个偏心的，任由你的名声传成了这个样子。有这样的名声，你以后又能找个啥样的婆家？哎，也不知道阿奶还有没有这个福气，亲眼看着你出门子，只盼望你也能像阿奶一样，选个好男子，嫁户好人家，再生几个男男女女。花香香的心在这一刻碎开了一条缝，对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真的是无比感激。好，只要是阿奶给的，我都收下，但阿奶您一定要长命百岁，让香香多孝敬您几年。你是个好的，阿奶知道你的孝心。大伯娘站在婆婆房门外好一会儿了，将两人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心中的怒意快要压制不住。